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6号，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山西平遥强抢民屋与中共对民营经济的统战这是一个主题。另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中科院部署光刻机项目。光刻机项目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生产工具那么这个项目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们看一下，中科院院长今天开了个记者会那么先讲我们前面的这个主题平遥是一个古城山西平遥是中国金融业的这个先驱我们先说新闻，先说我现在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关于撤销落实私房产权的通知书的决定，这就是山西平遥的一个文件山西平遥是用这个文件、这个通知的决定来强抢民屋这个文件是这么说这个文件是其实它是针对每一个私房来给的一个通知那么谁两手宽你在位于什么什么的房产1958年这个房产呢是1958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么这个私房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没收你的房产然后我回头跟大家讲什么叫改造然后这个叫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2001年落实政策把这个里院南房3间还给你然后2002年4月把南房4间还给你总共是7间然后他的文件还说，经核查改造的时候，产权人梁国瑞成分为富农，退房类型为闲置。然后到了1988年文件又规定城镇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空闲出租房产已经规定改造的不予退还不还给你然后呢根据这个决定，然后呢又出个什么文件这个文件是山西省城乡建设环保厅进建字五物4号文件规定，经研究作出如下决定：第一，撤销这个落实私房产权通知书撤销，共计7间房收归国家所有，统一由房管部门管理。现拟在收到本决定书15日之内腾退房屋，如不按期腾退，采取强制措施收回房屋。2019年平遥县人民政府2019年12月发生这种情况有200多户这200多户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情况那么县政府、当地政府直接去贴封条然后就赶人就跟土匪差不多山西平遥是个很有名的城市是中国银行业的发源地，中国的5A 景区，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它作为晚清时期的金融中心，它保留了完整的县城的格局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就是平遥2019年接待了1766万游客，旅游收入209亿这是很大的一个数我们就从猴子边人开始讲什么叫房产私产就是私人的房产那么中共对这些私产怎么办采取了什么措施？
1958年有一个叫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对这些私营企业啊，原有的私营企业，什么公私合营啊，然后就慢慢的其实就是把这个私营企业抢私营企业啊，刚开始还说我们公私合营啊，然后给你分点红啊，最后你就拿工资吧，就变成这样，最后就把人就给逼死啊，基本上是这样。中共所谓的政治运动，其实背后都是什么？其实背后都是钱啊，其实背后都是钱，跟钱都是有关系，最终追求的都是钱。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还有一个针对的是什么？其实它不是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企业层面的，其实更多的层面是什么？就是私产啊，私产当然包括房产，还包括其他的产业啊。那么58年呢，就怎么办呢？就对这个房产怎么办呢？就强制代管，就把你房子拿来，我帮你管。那就是他为什么帮你管？他说我们现在啊，有一些市民，有一些群众啊，租房困难，你的房子呢，你自己也住不了，我拿来，我分给大家，租给大家。那么这就叫精租房啊，精租房由这个成立一个房管部门，我统一管理啊，负责管理收租啊，租给大家，还收租金，还返还一些租金给他们，分一部分租金给这个业主啊。这件事情从1958年发生多长时间？发生了8年，到了8年之后就是文革。文革开始之后呢，那么所有的房产证全部上交啊，全部由房管局管理。那么所有的房产上交之后没有租金了，就原来那个什么呢？原来还领取固定租金的这些东西全部停止，不给你钱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啊！这就是当时中国私房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有多少呢？大概是这样啊。被用这种方式没收的私房有1.16亿平方米啊！你想想，中共抢了别人多少财产啊？那么占多少？占整个就是被没收的，占整个私房总面积的70%啊。那么涉及多少人呢？涉及62.41万户业主啊。那么从1975年开始，广东、福建啊、甘肃天水、江苏浙江、广西北海、山西大同，那么当地就开始用不同的形式返还一部分，就是返还处理啊，有些返还处理，但是其实不是全部啊，大部分的房主还是拿不回他们的房子。就是75年开始，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政策，但是其实大部分还是拿不回来，当然也拿不回租金啊，拿不回租金。山西的情况是什么？山西是在1986年，省政府出了一个文，就是关于私房改造中若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呢，就是开始退还部分这个精租房。但是这个文件出来之后呢，大家知道中共有一个权利中共有一个权利叫信息权，就是他把很多东西不告诉你信息是一种权利就文件呢，我出文件也出了，但是我文件不公开，你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政策也不告诉你。这个山西这个事情就发生就这样，就不告诉你一直不告诉你。一直到了什么时候？10几年以后，过了10几年，这中共的事情都是匪夷所思，大家都不可想象。就是
他自己出了文件，底下的这个文件收了以后放在抽屉里，不告诉大家啊。中央出了文件，省政府装到文件柜里，不告诉大家，或者是省政府出了文件，这个地方政府拿到了，一看不行，我这不想干，放在那里不告诉大家。到了1998年，然后平遥呢就有人看见，有些地方就开始有些透露出来，然后就开始闹。大家就要开始去闹，在中国呢，政府没底线，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只能耍赖，就是闹的方式。你不闹，啥都没有。所以在中国，你可以看中国的老百姓，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啥事都得闹，因为你不闹，啥都没有。政府因为没有底线啊，闹完之后，闹了多少年？闹了将近10年这件事情。然后没办法，就陆陆续续的把房产还给这个原来的业主，但是还之前还要搜刮一大笔啊，每个人都得交10几20万，也都更多一点啊。那有200多户祖屋就这么还给大家了。那么这一次就是平遥县政府又出一个文件，就针对每一个人发一个通知，说我们那个取消。我有新的政策，我有另外一个文件，你不知道他的公文箱里面有多少个文件。总之，他就是我根据这个文件，他找个说法，把它取消，就是自己的文件自己取消啊，自己文件自己取消。政府作为一个政府，他能取消自己的文件吗？那绝对是不可以的。什么意思？那就是不认账，不认账。那这200多个平遥发生的强抢民屋、强抢总屋的事件，就是我讲的这一溜下来的这个事件。其实中国的私产，就是被没收的私产，应该60%以上还是没有还给别人，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啊，中国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平遥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大家能想象吗？所有人都猜得到原因，因为平遥县政府穷得叮当响，穷疯了。大家想一下，这是一个旅游城市，那么今年疫情爆发，从上半年到现在啊，那么平遥这边应该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啊，才会有。我相信这件事情跟他的财政状况有关系吗？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为什么？你看文件你就知道，这个文件是2019年出来的啊，2019年出来的，2019年没有发生疫情，2019年理论上他财政状况还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这里面我认为有2件事，第一个真的很值钱，大家想一下，平遥古城这些我不知道，我没去现场哈。这些大家想一下，所有的私房，原来城市就这么大，不管原来的私房的位置在哪里啊，现在城市变成这么大，不管你原来的位置有多差，只要你在原来的位置有一个房子，在现在来看一定是黄金宝地。大家想一下是不是道理？他为什么要抢这个私产？因为这个资产太值钱，就是眼红这些资产的规模。我认为主要的原因不是跟那个经济状况有没有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它可能现在更急迫，但是它谋的是什么？谋的是一大块的资产，这就是共产党的特征。共产党的特征就是狠斗私机散念，它就是恨私。就是不能让你有东西啊，不能让你有东西。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就是9月16号，统战部开一个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统战工作是统战部的事情啊，那么当然谁负责？政协负责啊，政协。党这边是统战部啊，那么
另外一边就是政协，政协的主要工作是统战，所以政协主席是汪洋，汪洋是主持。汪洋是什么呢？汪洋是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然后习近平做指示啊，习近平做指示，他的话讲得很清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不断加强和完善，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习近平的讲话。中共有3大法宝，中共一直总结啊，我们一直胜利啊，我们一直胜利，什么原因？就3大法宝：第一，统一战线；第二，武装斗争；第三，党的建设。我解读一下给大家听啊，统一战线是什么？统一战线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就是稳住所有的人，集中打击那个什么那5%，然后呢再稳住其他的人，再打另外其他5%，他永远只打5%，所以他力量永远是最大的，然后其他的人呢都袖手旁观。中共这一招非常管用，就叫拉一派打一派，就是稳住大多数，打少数，那你永远打得赢啊，这就是他的策略。中共在整个的斗争策略当中，最讲究的是什么？最讲究的是稳住大多数。你跟国民党打仗也是这样，稳住90%的部队啊，让他们不要动，我围住他10%打，那当然打得赢，优势兵力啊。那在中共建政之后也是这样，他永远在打5%，另外95%觉得跟他没关系，所以打来打去，最后全打了一遍。我只要打10次，打20次，全打完了，对吗？就这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什么？武装斗争讲到底就是暴力，就是我什么东西背后都站着暴力。暴力是什么？暴力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就像那个平遥县政府最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他最后说，如果你要在15天之内腾退房屋，不腾退我就强制执行。什么叫强制执行？就是暴力。中共的所有的东西动作背后都是暴力站在背后，最后不听是吧？不听我就打你，打服为止，打不服是吧？就打死，就直接就这样。这是第二，就是第2个法宝。第3个宝，党的建设。什么叫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其实讲的就是党的组织，中共的组织力，就是服从性、统一性、同一性。就是服从性是什么？从上到下啊，叫什么？这独裁统治，一个思想，一个人，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党，一个政党。这跟什么有点像？这跟纳粹很像，对吧？就是这样，组织啊，组织，然后组织这个统一性，协调统一，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我下了命令，大家统一行动。统一性，我们得一模一样，没有区别。所以中共讲这个创新，那都是骗，怎么可能创新？你想一下，统一的一个这样的政党，它怎么会有差异呢？没有差异哪来的创新？中共的创新是什么？就是抄。所以你看中共3大法宝是什么？3大法宝，第一个是策略，讲策略，我们斗争讲策略。第2讲本质，本质就是暴力。第3讲什么？讲组织。这3样东西是中共很厉害的东西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中共你看得过去很厉害，但是有一点，其实中共也有它的缺点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就是领袖不靠谱，就是他没有办法选优，就是说他走到最上面的那个人呢，不一定是最好的啊，不一定是最好，因为他专制统治，他是一个独裁嘛，独裁那个跑上去不是最厉害的，他不是选优，他可能是个饭桶，所以他虽然这个机器很厉害，这个中共是个武器很厉害，
但是你架不住抓着武器是个笨蛋，那这个武器也就出问题。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纳粹很像啊，纳粹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讲回这个民营经济的统战。中共16大提出了2个毫不动摇。中共对民营经济的统战，它其实是叫什么实用主义啊？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就是说坚持原则的实用主义。中共16大提出了2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什么呢？毫不动摇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是第一个毫不动摇。第二个，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这2个毫不动摇。这2个毫不动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要搞公有制的，这是第一个，我这个是不变的，我毫不动摇的在巩固发展，我是要发展，公有经济是要发展的。好，但是我策略的告诉你，我也要鼓励、支持，它是鼓励和支持啊，鼓励和支持和发展，这是2个不同的概念。发展就是把所有的钱扔到里面去发展，鼓励是什么？鼓励是你在这搞是吧？行，我鼓励你一下，哎，拍拍肩膀，哎，加油干，小伙子，加油干，就这个意思。支持是什么意思？你干，我不拦着你，就叫支持。鼓励就是给你一个精神上的表态啊，支持就是我不反对。引导，哎，这个共产党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一到引导来，就是你走着走着就给你到别的地儿去了，这就叫引导，就是你原来走的路不对，我得带着你去走到对的路上去，这就叫引导。所以这个2个完全不同的级别的吧，这个政策完全不一样嘛。公有制经济在这里啊，民营经济啊，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你得引导，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非我族类，民营经济也好，私营经济，这里面有很多叫法啊，有私营经济，刚开始叫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共产党不喜欢，这狠斗私自一闪念啊，不喜欢私营经济，最后不叫私营经济，改叫民营经济啊。民营经济好听一点啊，民营经济也不好听，也不喜欢，最后叫成什么呢？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你就是非公吧，我还是喜欢听公字，公好听啊，就是非公经济。但非公经济呢，其实就不仅仅是民营经济或者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是非公经济啊，所以它范围就更大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私营经济、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啊，就变成一个这样的说法啊。那么你从这些政策的演变来看，中共在所有的私营经济的政策当中，有2点是永远不变的。第一个叫引导，永远不变啊，什么时候都不变。什么意思？就是你引着就导到我这儿来，就是要灭掉你的，就是要灭掉你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非我族类。其实这个毫不动摇，就是在私营经济老板的额头上刻了4个大字，就是非我族类，没有别的。就是说，如果私营经济的老板、私营企业的老板看不懂这2句话，毫不动摇是什么意思呢？他也应该被灭掉，你说说看，这连这都看不懂。但是我今天讲的并不完全是他想干什么，其实共产党想干什么，大家都明白，很清楚，就是很明白，就是你呢在这好好干，我让你活着，这是显示我宽宏大量。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毫不动摇的要发展我们的公有制的啊，你私营经济呢，我支持你，我允许你存在，但是我还是要引导你，
就是让你慢慢的变成我的一部分，最后是要吃掉你的。这个都已经讲明白了，其实没有人相信他。就是中共的统战，从大范围来看大家都很清楚，他到底是干嘛？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你纳入我的体系当中来，这就是统战。就是我要利用你，利用你的身份，利用你的地位，利用你的资源，干我想干的事情，帮我来做我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统战，没别的。不管你是谁，就算你是我的敌人，我也要这么干。我没办法统战你是吧？那行，没关系，我统战你老婆，你们家娃，我统战了，让他们为我所干，我用。统战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我所用这4个字。其实这一点所有被统战的人都知道，但是最终还是没办法。为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讲。中共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它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完全没底线。就中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组织它所有的东西都围绕一件事情，从它建党开始一直到现在，它其实有一样东西是永远没变的，不管哪个总书记在岗位，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政权。他从头到尾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夺取政权。夺取到政权以后，就是维护政权。所有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展开，其他的东西没有底线，这才是他唯一的底，唯一的目标。当你把事情变得这么简单的时候，你啥都可以干了。当你啥都可以干的时候，那真的是无敌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被他统战掉？结果最后还是被统战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共其实做这个统战工作无孔不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调动所有的资源，所以第一个他没有底线，第二个他投入的资源非常的大，投入资源非常的多，而且投入的成本你无可想象。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原因，他采取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那你想一下，中国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什么叫贼惦记？你想一下，那个人一天24小时都在琢磨你这件事情，架不住时间长短，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有资源养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能做到吗？迟早能做到的。这就是中共统战的秘密。那么现在中共为什么要统战民营经济？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共很清楚，中国现在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没有活力，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动力。所以现在所谓的启动内需也好，各种说法也好，其实讲到底经济活力不足。经济活力不足的原因是什么？经济活力不足的原因就是非公有经济不活跃。那么非公有经济不活跃，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就是中共到处干，你看房产这个事情，天天干这种事情，中共天天无日无之不在做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跑私营企业老板跑你去看着浙江就知道，你去浙江看一下，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浙江人比较精明，对形势也比较敏感，所以你一动就跑的一定是浙江，跑得最慢的是哪儿？跑得最慢的反而是广东。广东为什么跑得慢？广东第一，历来出去的机会最多，他无所谓，他觉得他容易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广东人呢没那么，就是特别是广东中心城市，像广州、深圳，这就不一样广东中心城市以外的那些，像什么珠海顺德番禺这地方的做生意的人，他不大愿意动，不大愿意出去，他还是喜欢
喝个茶啊，找个人聊个天啊，穿个踏拉板啊，下了班穿个踏拉板往街边一坐，喝茶找熟人聊天，他喜欢这个，所以他不大容易动。反正浙江那边就不同，扯远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第一，他没有底线；第二，他投入的资源；第三，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中共的统战很厉害，非常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步？中共中央配合那个统战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这个文叫《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总共有30多条，我就不读了。但是我讲几个要害，大家就知道啊，中共是怎么看民营经济的啊？前言，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这就是他们的评价啊。然后呢，他对他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方针，最后是教育。为什么要教育？你不对嘛？私营企业你就是不对的嘛，在中共脑子里就是这个。其实大家要知道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对民营经济呢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啊，理解了吗？这就是中共对民营经济的看法。然后他有什么呢？他有很详细的要求。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要这个落实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啊，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抓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抓到人头上。习近平的特点就抓人头，然后完善联谊交友、谈心交流制度，很熟吗？很像文革吧？交心制度啊，然后他统战对象讲得很清楚的，他定得很具体啊。现在的文件跟以前不一样啊。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工作对象包括什么呢？民营企业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啊，民营企业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民营投资机构的自然人大股东，以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工商领域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什么工商联，什么叫什么这个民营企业协会负责人啊，都要抓进来。相关社会服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比如说什么地产中介啊，什么这些都要抓进来啊。民营中介机构主要合伙人，在内地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全部都要装进去啊。大体上就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很清楚，国营企业、国有经济不活跃，它是不能够创造价值的，他们只能靠垄断吃饭。就是国营经济全是寄生虫啊，全是寄生虫，这一块他很清楚。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民营企业跑，然后外资企业就是产业链转移，那么这一块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外资企业工作做起来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没那么方便啊，都是老外，不大好说话。你看他这已经把这个港澳已经放在里面去了啊，港澳工商界已经是要算国内的了啊，已经。然后自己的民营企业好办，好抓，能抓人头。其实所谓的统战工作，讲到底就是抓人头。你看他所有的工作都是针对个人开始，这就是中共的策略。那要干什么？要把他们调动起来，为我所用4个字，还是为我所用，就是叫什么？这个非我族类，为我所用，这就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目的啊。这期像是今天又讲冒了吧？好，简单的说2条新闻吧，继续说完啊。一个是彭丽媛啊，
习近平的夫人9月16号参加了这个，现在这些的没文化的这个是没办法。我读一下，大家听一下啊。这是一个座谈会，什么座谈会呢？21世纪人类消除贫困事业与妇女的作用杠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暨全球妇女峰会5周年座谈会，这样的座谈会，他参加了一个这个座谈会。然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通过视频向会议发表致辞。那我很少看见彭丽媛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的这个名义来行动。那么今天我看见了一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另外就是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开了一个记者会啊，介绍什么呢？介绍中科院有一个项目啊，叫什么呢？叫这个率先行动计划。它这个计划是一个追赶战略的一个计划，叫率先行动啊。率先行动，这个白春礼是这么介绍的，他说呢，2018年率先行动启动了3个专项。第一个超算系统啊，超级计算机系统啊。网络安全我就不清楚，我觉得网络安全可能跟那个墙有关系吧。第三个潜航器啊，潜航器我不知道是什么，我来不及找资料了啊，所以我抱歉啊，这是2018年3个专项，2019年5个专项，哪5个专项？处理器芯片与基础软件，这第一个；第二个电磁测量；第三个仿生合成橡胶；第四个高端轴承；第5个多语音多语种技术。这是2019年。然后率先行动，这是第一阶段。他说第一阶段是2018年跟2019年。然后率先行动的计划的第2阶段目前正在研究制定，要到2030年实现4个率先的战略计划规划，其中前5年就是要和这个“十四五”规划布局相结合啊。那么它的这个第2阶段大概是什么方向呢？大概是这个方向，就是1，继续研发自己的超算系统。超算目前已经应用到气象预报、分子设计、药物研发、大气预报等，那么还可以用到基础性的研究、宇宙学的研究等啊，这是一个超算系统。第2个就是很多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的还需要进口，比如说航空轮胎、轴承钢、光刻机等。他说啊，白春礼说，我们要把卡脖子的清单变成我们科研任务清单进行布局啊。第二期率先行动中将集中中科院的力量，聚焦国家最关注的重大领域，进一步加强部署。然后就讲了一堆强化产品导向啊、应用导向啊，形成研究所加企业加地方的3方面联合攻关模式。他讲的这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研究所加企业加地方，地方现在是参与这些事情了。不过现在地方应该没什么钱啊，大体上是这样。然后白春礼介绍了一下中国的领跑啊，并行领跑的一些项目，包括什么量子信息、凝聚态物理方面啊，是并行领跑啊，然后实现了1000公里的量子纠缠星地密钥分发，实现了洲际的量子通讯，在固体中首次发现了外尔费米子啊，这些研究进入世界第1方阵等等啊，还有什么海龙号啊，这不是参与了这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探月工程，研制了海翼号、潜龙号、探索号、海斗号、海星号的这个深海无人装备等，反正就是讲了一些他们的成果吧
大体上是这样。我最关心的是他们把这个光刻机项目放进去了啊，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中科院研究光刻机是什么个级别啊，大家关注一下吧，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今天讲多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另外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啊，情况、问题、观点、情绪OK， 好，我们进入互动啊，看看今天大家又有什么高见啊。我们现在已经每次都读不完了啊，但是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简洁，我可以读得快一点，好吗？阿绿谢谢，归人111谢谢，是不是永远有那5%？有没有可能那5%最后消失了，或者其他情况？永远都有5%，中共永远都有敌人，没有敌人也创造一个敌人出来。中共的敌人都是被他创造出来的，他不会在这方面不会没有创造力。你看现在，房产不就变成了他敌人吗？周雨婷谢谢 The Way to Fly 情况谢谢。今年7月，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一共批准了4个学生签 F1。相比之下，美国去年7月批准了2万多个大学生签证。截至2020年9月8号，美国商务部已经撤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王老师怎么看？请教这对中国产业升级会有什么影响？毫无疑问，美国在收紧对中国的签证政策啊，那么各种名义下的收紧，这是中美脱钩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产业升级有什么影响？对产业升级影响没有那么直接吧？你现在讲的主要还是学生签啊。那么他现在是什么？在美国国内抓什么呢？抓千人计划，千人计划越抓越多啊，越抓越多。这是第一个，国内抓千人计划，真的抓了判啊，这是一个。在国内，然后再赶那个有军事背景的学生和学者，这是2个措施。在美国国内，在对华的签证政策，当然之前也就是限制那些有影响的签证，就是跟军队有关系，跟这个赶超战略有关系，跟这个军民融合有关系等等，所有的美国挂了号的要拒绝往来户，全部拒绝。所以你把这几个捋完之后，我不理解的是，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其他的学生签要批的那么少啊？批的那么少就是不欢迎大家来。但是现在你想，如果是9月8号，如果到7月份只批了4个，那其他的人怎么上学？那是肯定就不让你来了。所以产业升级影响没那么快，但是对学生上学是影响很大啊。Angel Liao 谢谢啊。观点：纵观 CCP 的作恶史，就是一部劫掠史，打土豪分田地、土改、3大改造、人民公社、混合所有制，说到底都匪性不改，非常正确。中共建政到现在，它仍然是一个革命党的性质啊。革命党大家别以为是褒义的，它中性的啊。革命党是什么意思呢？革命是什么意思？革命就是改变、改朝换代叫革命啊，就是革掉你的命，那么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中共理论上啊，你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应该变成一个执政党，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了一个执政党。革命党是改变政权属性的一个政党。好，你现在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啊，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你建立一个政权，理论上你是个执政党，
执政党跟革命党有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你有个理由说我需要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这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是说我不用暴力我是夺取不了政权的啊。但其实也不完全是，议会政治就可以夺取政权啊。你推出好的政策，你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你一样可以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当然前提是你一直能够执政，一直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我们且不说啊，那你在革命党的时期，你使用暴力，你有个理由。但是当你变成执政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用暴力啊，你应该用的是什么？你应该用的是一个国家正常的运作机制来管理国家，而不是用暴力来管理国家。但是中共，我说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它还是保持革命党的属性。为什么？唯一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暴力。革命党唯一所有的革命党，它的共性是什么？就是暴力。那么中共，我说中共啊，一直是革命党，是因为它一直是用暴力。暴力的登峰造极就是文革，文革是彻底的暴力，就是他不仅仅自己用暴力，然后他鼓动大家用暴力，全人类用暴力，全中国人民用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革命党的属性。所以你说他匪性不改，其实讲到底是什么？匪是什么？匪就是建制以外的暴力组织，就是匪。那么我说中共是个革命党，就是他用暴力，同时他建立的制度就他不遵守他自己建立的制度，所以他就是匪。匪是什么？匪是制度以外的组织，叫匪。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匪性不改，就是中共一个暴力，一个摧毁制度，这就是匪啊。情况，我们家是平遥这次事件的受害者，王老师描述的情况基本属实。从了解政策到房产落实，从97年到08年落实私产政策，我们拿到房产支付了一大笔钱，房产置换才收回祖屋。政府退房和这次收房引用的是同一个文件，都是山西省政府关于落实私房改造中若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晋政发1986 18号文。匪夷所思，整个县城当时落实政策总共有600多户，只是现在已经收到通知有200多户。 OK， 就是匪，就是他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政策制度，他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政策，这是什么？这就是匪嘛，没有别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今天讲的平遥强抢民屋，搭配由中共中央推出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民营经济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引导他们不断增进对中共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很多人担心这是新的公私合营的前奏，请教你的看法。混改就是公私合营，没有前奏。混改是公私合营是什么意思？公私合营是什么？58年的公私合营是我加入到你里面去，然后我最后夺取你的财产，就是58年的公私合营。那么现在的混改是什么？现在混改，来到我这儿来，把你拉到我这里面来，让你掏钱。这些现在的混改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公私合营，就是你拉到我这里面来，我让你做股东，但是前提是你得掏钱啊。掏完钱以后，你得定期跟我见面，我得跟你谈心，交心啊，然后就干什么？就是让你提高这个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让你变成我的一个成员。这就是新时代的公私合营的新模式啊。那他会不会去抢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股份？不会的，他让你加入我们，然后呢，我就让那个什么母基金投资你，我就用到控制你的股份就行了。企业你还是你管吧，我只是在你里建一个党支部就行了，就这样。现在的做法是这种做法。
观点：共产党这样逼着民营企业举，他们勾兑，不勾兑就让你在国内混不下去啊，是这样。在所有的政治当中有一个权利，所有的老百姓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会有一个权利，在所有的政治，任何时期、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就是都有一个权利，什么权益？沉默权啊，沉默权就是说，你风往这边刮，或者风往这边刮，你这个人执政，那个人执政，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公民都有一个权利，就是沉默权，就是我不参与，我不跟你玩，我保持，我就回到我自己家，我啥都不做，我过我自己日子就好，这叫沉默权。中共建政以后，中国人是没有沉默权，就是不让你骑墙，也不让你中立，也不让你必须，你要么是我的一部分子啊，就是我的一份子，就是我跟着我一起干的人。要么你就是我的敌人，中共就是剥夺所有人的沉默权，所以你不跟他勾兑。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所以在中国是，所以我们的父辈习惯了什么呢？习惯了回应，就是你中共一说话啊就要笑一下，然后鼓掌，他已经习惯了。如果你笑一下，不笑不鼓掌，就拉出去斗，就是这样。中共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啊。提问：王老师好，奶奶在平遥古城内，以前政府没有钱修剧院，每家每户拆一个门楼子共建大剧院，到现在奶奶家漂亮的门楼变成了简陋的门洞，有地契，但好几间房子50年代进租后就一直没拿回来。奶奶快80了，到我们这边还有要回来的可能吗？就得闹，跟中共呢就只能闹，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我说中共没有底线，当政府没有底线的时候，他不守住这个底线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变成一个丛林法则的社会，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争抢闹，你才能得到你理应啥都不做就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你拥有的东西不会被抢走。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政府没有底线，大家都必须争抢闹，所以你有没有可能得回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闹得多厉害，你对他产生了多大的烦恼，最后他无法克服这个烦恼，他可能就还给你，就是你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所以在中国人为什么会 aggressive 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秦皇王老师说的很对，山西人是中国金融的鼻祖，我外公就是山西人。听我外婆说，明朝的时候家里就搞票号了，历尽明末农民起义，清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没事，最后被老公收走了。晋商的兴起是在清朝啊，清朝比较发达，清朝晋商是很厉害的，晋商的发达才会有这个山西的票号。山西的票号主要是为了服务晋商，晋商要做生意才会有需求，才出现了票号，才出现了中国的这个金融业。所以中共说这个中国建国之前中国一穷二白，那都是胡说。你想清朝中国就有票号，票号是什么？票号就是钱庄，钱庄就是银行，就是中国就是有中国的银行，而且票号当年的这个票据啊，这个密押叫密押，就是密码，写个密码进去，你拿着这个密码到另外一个票号，那个票号一看这个密码，诶，没错是真的，这个密押就没有被破解过，就厉害在这里啊。情绪从白鹿原才意识到中共的土改原来做了那么无耻的事情，一个人要骗了我1年，我会跟他断交，一个黑社会从小开始骗我几10年，我的愤怒无法用语言表达。白鹿原还是比较隐晦的啊，就是说他还是比较隐晦的讲中共做的恶，中共在农村做的恶，
比白鹿原展示的要恶劣10000倍啊，比白鹿原展示出来的要恶劣10000倍啊，这都罄竹难书。你想一下，中国是个农业国，在中国的农村啊，那些被打为地主富农，受尽了这些人间的悲剧啊。提问：老师，如果各地县政府或者地方政府都财政恶劣，那么会不会都效仿平遥明抢私产？平遥这件事情会不会具有普遍性？现在很多地方房产都没有房本，不早都是单位集资房，那这种怎么办？第一，根本不用学平遥，中共做这种事情根本就很熟练。中共做这个强抢民产的这种事情根本就很熟练，所以根本不用模仿平遥。而且这件事情在平遥之前一直在发生，中共做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就抢民产。民产不一定是房产，很多呢，民营企业被抢掉的多了去了。你看看那个重庆黑打，你上网搜就打重庆黑打，不是重庆打黑，你看看抢了多少企业，就是薄熙来在重庆干的事情多了去了。所以平遥这个事情是有代表性，是因为它被关注啊。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抢民产这件事情无日无之在中国大地发生，我都不用猜，我都不用查，我都可以告诉你结果啊。至于说这个房本的问题，那各个情况就不一样。集资房看什么？单位集资房看单位领导，啥都看不了，就是看单位领导他会怎么干。但是他自己的房子也是集资房，所以万一换了领导，那就另外一件事了啊。情况：老家村里有很多地主的四合院，减发后分给很多人住，我爷爷奶奶也分到几间房，他们也一直住在里面。今年村里强制以1平方150把所有四合院的产权买断，但是还允许他们住在里面。再过几年就不允许了。中共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一次性做比较难，我就分步实施，就这叫什么？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先做第一步，你不反抗是吧？好，那我开始做第二步，还不反抗是吧？做第三步你就扫地出门了，就是这样。中共就是这样，所以你以为允许在里面一直住吗？不一定的啊。中共的事情不要相信他就对了。我们家主屋也是啊，我们家主屋也是被没收啊。后来里面我印象中，我后来有一年回去啊，我们家主屋里面住了30户人，我们家主屋有三进主屋啊，我们在3进，结果里面住了30户人啊。那中共这种事情就干多了啊。观点：中国人有很大的特点就是乡土情结，但这点也已经被他们破坏殆尽，到处胡乱拆迁，拆掉一个地方的中国人就失去了乡土情结这个东西。或许他们意识到这种情结对他们统治有利，所以前几年网上流传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乡这种洗脑鸡汤文。我希望文明世界的朋友不要对中国平民有什么疑虑，中国平民阶层不是无药可医，只是无可奈何。乡土情结这种东西跟乡土有关系，如果你没有乡土就没有这个情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就是中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就是中华，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题，我觉得中国人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你搞清楚了你自己的本源是什么，就没有问题啊。情况：新疆的优质私企2年前就完成混改了，情况王老师说的不完整。我朋友混改后，国营大股东不分红，不断的扩股，你必须老掏钱，不掏钱就摊薄股份。
这2年来被折磨都没有精力玩下去了，是啊，就是把你拉进来，然后就不断的扩股啊。那我说的不完整，你说的非常对，我说的不完整啊。情况：青岛航空完成重组交接，从民企变成国资，原先股东是南山集团，现在变成叉叉城投，那一样的。你现在青岛航空是这样，深圳航空不是也一样吗？深圳航空原来也是私企啊，后来就变成了国企，变成了国航，国航是变成大股东啊。Patreon 来的情况啊，我有个朋友高中毕业水平，人聪明，自学了编程，2年前独自一人没日没夜写了一个手机上的按键精灵，卖给那些玩游戏的，1年赚了将近200万。没多久，东北那边就有警方过来，因为他的客户中有人利用他的软件自动点击的功能，注册很多微信号，跨省抓人。当时从家里就控制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银行，让他把账号转到警方账上冻结。看他转完账，警察就开心的说，今年奖金有着落了。最后他以提供入侵工具罪被判4年。好笑的是，那个真的用他的工具注册微信黑号的，判的是缓刑。中国就发生这样，中国无法无天啊。情况：2020年9月14日，安邦集团宣布将申请解散，并进行组织清算。安邦保险资产有1万多亿人民币。我在推特上这么说的啊，就是我提醒那些小粉红啊，小粉红们，你听着，安邦的这个老板叫这个，我这一下子嘴边上又忘了，大家提醒我一下，安邦的老板叫什么来着？他还是邓家的吴晓辉啊，他是邓家的女婿啊，当然后来就不是了。然后他建立了这个万亿资产的企业，多么风光啊！你想，我讲给这个小粉红听的啊，你想一下啊，那么共产党一翻脸，你看他的万亿家产一下就没有了，化为乌有，身陷囹圄，然后他的父母都见不到他，探监都探不了。这就是吴晓辉的处境，他比你强1万倍，100万倍没错吧？不差吧？他比你强100万倍没差吧？他都可以这个样子，你想想看，你碰到什么问题，共产党会救你吗？对吗？你想想，所以做事情不要做得太绝。我就是用吴晓辉的例子劝什么呢？劝小粉红，你要看清楚，想明白，做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啊！你要是遇到什么事情，你还不是得跑到推特上来，请我们给你的伸冤，请帮你转发，对不对？你看我在推特上看的就是吴晓辉他妈妈在外面喊哭诉，见不到他儿子，不知道他儿子在哪里，对吗？是这样的啊。情况：我家的企业就是因为位于中心位置，被当地国资委设计被强拍的，这种事情就太多了啊。那我见得太多这种事情。提问：王老师，最近国内严打仿真玩具水弹枪，水弹打人伤又不会伤害，他们为什么总是和玩具枪过不去？害怕人民有枪颠覆他们吗？可是那是玩具枪啊，玩具枪他怕误解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神经，非常的神经，就是我觉得那种一种意识的问题啊。情况：认识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在北京的祖产建国后被征用做某区的房管部门。他给我看了民国时买房的房契，可找了很多的律师想打官司，没人接这种案子，根本不给你立案，啊！那如果要是打起这官司来，那就有的打啊！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那武汉拨了多少资产被中共占了他的资产，大家手上都有。我身边有多少人有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啊！中共就是土匪
情况坐标意大利，最近去市政府办事，看到很多公务员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残障人士。一个国家能将最舒服的岗位优先给最弱势的人群，非常感动，非常佩服。情况，今天习近平到湖南宜章县的一个偏远乡镇，不知道干什么。这个乡用3天把道路拓宽了1倍啊。情况，习老板来湖南调查考研，深入红色根据地，来到了湖南郴州如城县沙洲村，重温了原总书记半条被子的故事。下一个根据地是韶山啊，这是要找红色血缘的这个地方啊。情况，深圳这里早富起来的民营企业老板，大部分都安排了一定程度的境外投资或者存款。这几年外汇管制措施十分严格，合法外汇出境的很少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早年有钱的，那都已经移民了啊。广东这边早就移民了啊，虽然他人还在这里啊。观点，共产党管控越来越严，担心几年后移民不出去，但又想到王老师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时候你想出去就一定能出去，所以又乐起来。你这是篡改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出去就尽量的出去，这是第一。第二，你说你出不去那是不对的，你真想出去你就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出得去。所以我没有说你在这好好的待着啊，没这个意思啊。提问，我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就有那么无法轻易离开这个国家的勇气，或者说完全割舍不下。这很多人是这种情绪可见什么呢？可见吸引力不够大，推动力也不够强啊。提问，王老师以前说过 CCP 回不去计划经济了，现在的情况您还这么认为吗？未来走向会怎么样？计划经济肯定是回不去的啊。其实没有计划经济，只有计划体制啊。计划体制为什么回不去啊？计划体制就不能有市场经济。大家知道，中国有今天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啊。那么你把市场经济要是取消，你才能够回到计划体制。如果你不能够取消市场经济，你计划体制是实现不了的，理解吗？那么如果你说你现在让我去判断说中共会取消市场经济，回复到原来的计划体制，我怎么都不相信。为什么？都损失啊，中共自己也损失啊。中共现有的东西，你大概是什么概念？就是原来你有1万家厂，你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你有1万间厂，那么进入计划体制之后，你可能就剩下200间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损失有多大？好吧，那我们时间就到了，已经超时了啊，鸣谢一下 Leonardo， 谢谢 May， 彭 May， 谢谢 ABC123， 谢谢果喷塞，谢谢WLT， 谢谢荒谬的世界，谢谢观点。王老师的厉害之处就是平平淡淡的中看懂，这是我最欣赏的优点啊！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